你看我说那么错吧，我们家主公可你踩，咋还踩人了嘛？女婿都要没命了，你才去？蝙蝠身上插鸡毛，你算什么好鸟？狗咬皮影子，没个人味儿。你看啥了吧？你们快点走啊，别生病了！啊，走。干什么？我怕你生病了嘛。你用不着你假惺惺的。好心没好报。主公啊，这个就是此事未免太过胡闹。我这几日的确公务繁忙，而且刚才师仪不也说了吗？已无大碍，军师就不必担心了。哎，把忧伤的心腹忘在城外足足数日，餐风露宿，这要是传到燕中人的耳朵里，主公的颜面何在呀？依我看，等女君醒来，主公还是要好好安抚才是啊。美君，美君，慢点，慢点。美君，你终于醒了。我这是睡了多久啊？2天1夜了。女君，你饿了吧？小桃去厨房准备餐食了，待会儿就可以喝到热的粥。这又是哪儿啊？这是南君的寝屋。方才女君烧得不省人事，南君请了侍医过来，只不过这侍医走了以后，又来了一位自称证书的人，说是南君不喜他人进主屋，朱夫人让女君去偏院住。南君。南君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南君身为魏家家主，身负一门荣辱，还执意与我成婚，这几日定是受了不少为难吧？你知道就好。这是于郡，不是康郡。像这样的事儿，以后会经常发生的。是。我这就叫人去把他收拾出来。不必了。刚才婆母差了一位叫郑叔的人来，说给我找了别处休息。也正想问南君，可是到那偏院
在哪儿，要走多远。偏院。南君不用过于担心，妾只是染了风寒，但这几步路还是能走的，大不了明天再多喝几副汤药就好了。劳烦请南君帮我找个人指指路。这手幸好有了南君给的金疮药，应该过几日就能好了吧？南君，你先稍等，让妾收拾一下。哎呀！不是。你赶快上床歇着吧，我去偏院。多谢南君体恤，那我就先休息了。南君，你也要早点休息啊。雨君，走了。那女君，我们还按正数的安排去偏院住吗？不去。把我晾在城外3天，如果就这么轻易的随了他们的意，那以后我这魏国女君怎么当？啊！这仲林竟然将这乔女抱回屋了。这乔女装腔作势，引得表哥联系，这还没见面，就让表哥不顾姨母的意愿把人接了进来。若是日后，定是祸害。哎，不过姨母放心，我已经按照大巫的吩咐，把乔女安置在离表哥主屋遥远的偏屋。此等华冠丽服，竟是出自您之手。南君见了，定要夸赞您慧心巧思呢。还不知道是否合身，数月未见，只得照着表哥从前的尺寸做了。哎呀，咱们也真够倒霉的。平日被安排洗涮夜壶也就算了，如今竟被安排伺候那乔家女，就是。啊，南君。这屋里也并没有别人啊，那乔女昨日夜宿何处了？表，什么？这乔女睡进了主屋，让仲林睡在了偏屋，岂有此理！哎呀，这竟敢如此怠慢我儿！前几日表哥亲自出城抱乔女入府，想必这乔女恃宠而骄。这个家还姓魏吗？
恭喜主公，永宁区攻势开端平顺，彼时通水必将惠泽两岸百姓，功在当下，福庇千秋啊！魏良听令，在，即刻准备3000精兵，驻扎排驿。啊？这排驿几个州都有所忌惮，而且14年前的战乱，就是因为永宁区而起。虽然如今我恶名在外，他们不敢轻易对我出兵，但还是要提早防范为好。在排驿屯兵，一来呢可以镇守永宁区，这二来可以震慑燕州。等到来日去打他。主公刚刚与乔氏成婚不久，这魏国与燕州重修和平，此时这屯兵一事，恐会让乔家人心惶惶，不利于现在的局面呀。我管他呢，这乔家人行事向来畏首畏尾的。那如果女君知道此事，会作何感想呢？这主公与女君又如何以夫妻的名义继续相处下去呢？我与她成婚之时已经告知她，只做魏家妇，不再是乔家女。而且此时我也顾不了那么多。小桃，你近日在城中看得如何啊？看了几家商铺，过几日我就去谈一谈。好。不是说今天就搬出去吗？还没收拾完呢。南君，南君，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好多了吗？南君有所不知，今天我去拜见婆母的时候，为了显得得体些，吃了一些薄荷叶，用来镇咳。不知道是不是和适宜开的驱寒的方子相冲，现在咳得越来越严重了。师娘，快去把适宜叫来。我去啊！不用了，不能再耽误南君休息了，所以早早的就让春娘把行当收拾好，我们现在就去偏院。喝点水啊！快把行李都给我背上，快给我点水，给我背上。我给你。快点，快点，你们也赶紧背。哎呦，哎呦，快再给我几个，我还能背。你们也赶快把箱子抬起来，使劲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再让你住1天，明儿我再搬回来。谢谢南君。给我水，给我水。主公，眼下正是抽穗灌浆的时候，但魏国境内除虞郡、汉郡外，多地连日干旱，恐怕会影响明年的收成。传我令下去，即日起，各地庶务优先保证灌溉用水，兵防次之。是，此举不妥吧？军工、战马用水量极大，何况我们连续收复了新都跟盘邑，
军中士气正旺，理应一鼓作气。侄儿，我得跟你说话呢。哎，唐伯有所不知啊，我连年征战，百姓与将士早已疲惫不堪。我之所以和燕州结盟，就是为了能够换取休养生息的时间，以待来日。所以，短时间内我是不会再主动出击，除非敌军来犯。侄儿厌战之心可以理解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正好借此机会，可以考虑少主一事。你看啊，这乔女有孝在身，无法为危国开枝散叶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不如早日纳妾。主公大婚尚不足3月，此时纳妾不合礼数。有何不合礼数？3月跟3日有何分别？啊？主公，要想推辞，我无需多言。只是今日拖到3月，这日后得拖到3年。侄儿，俗语有言，汉郡的婆姨，于郡的汉。在下有一女，恰好适龄，可以为主公将魏国的血脉延续下去。有了少主，哎，我等也就安心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如果魏国没有少主，你便不会安心，是吗？我也是为了魏国的大业考虑啊。若主公身边有心悦之人，我无需多言。只是主公与那乔女的联姻，只是为了利益，并无感情啊。延绵少主一事更是无望，这才想让主公早日纳妾，以固我魏家的根基。主公，明鉴。主公，纳妾事大，还是应当在各郡公开筛选，不拘泥于汉郡一地。是啊，我等也可为主公精心挑选。这谁说我与这乔氏毫无感情啊？我承认，之前与他成婚的确是为了盘宜，但日后相处才慢慢发现，他不仅绝色，而且心怀百姓，当得起女君的才华和气度。而且他与我成婚之时也发誓，此后只做魏家妇，不再是乔家女。乔归刚死，他就执意与我成婚，也算是背叛了家族。如今我二人情谊甚笃，伉俪情深，所以唐伯，我身侧再也容不下任何的歧视了。近日听闻女君身体抱恙，主公竟然腾挪出主屋供女君休养，自己搬去偏远。主公对女君百般呵护，极致宠爱，这在府内是众人皆知的呀。是，说的好听。军师，你不说我还忘了。小谭，在。我让你把我喜欢的吃差用度放到合适的位置，你可办妥？已按照南军的喜爱摆放妥当，只是偏屋空间狭窄，南军喜爱的那把弓暂时还未寻得合适地方悬挂。主公果然对女君情深意重，竟肯委屈自己去睡偏院，可见两人确实是感情甚笃啊。那是自然。我呢，就多谢唐伯了。不过你的好意，我就不领了。多谢魏将军关心。魏将军想得周到。谢将军好意。这4个屁猴，诸位都看到了，就是不想身边留我推举的人。
还没明白吗？防着你我呢。这些仆妇为何突然转性啊？难道是南君让他们来的？这南君为了女君养身子，数日来一直住在偏院。这吩咐10几个仆妇来照顾女君，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吧？莫非他真的像钟骜说的那样，对身边的人很好？小枣，你去偏院跟南君说我的伤已经痊愈了，让他回来住吧。是。哎，女君，小檀，你怎么来了？南君吩咐我来取床被褥，再收些衣服回去。刚刚女君还想让我请南君过来的。南君今日公务繁忙，时常晚归，打算在偏屋多住一阵子，让我叮嘱女君住在主屋，安心养病。全府上下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昨日南君在衙署拒绝了宗亲纳妾之事，还说与女君经历了生死磨难，不肯纳妾，驳女君颜面。这些仆妇啊，肯定也是听说了，谁还敢欺负咱们女君呀？这咱们到了盘邑之后，这女君和南君总算是结下了一些情谊。在这个家里，只要有南君护佑着女君，女君就不至于太辛苦。这2个人在一起，夫妻恩爱是最重要的。伯父也说过，为了伯母的颜面，他不纳妾。可是我却不觉得他们这样深爱。这种事情人云亦云，哪能因为别人起哄，自己也跟着信了？是啊，这2个人在一起，也不能光靠着南君。小桃呢？这孩子啊，自从我们到了余郡，他就拿着女君的嫁妆，琢磨着去做买卖了，说是后半生啊，要让女君过上好日子，衣食无忧。哎，掌柜，这个黄金华盛怎么卖？500钱。那这个坠玉步摇呢？这个是800钱。我能看看呗？没问题。老板，咱们做生意啊，最怕的就是货比货。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您这儿的东西虽然不错，但差点意思。我这个就不一样了，我这个是燕州康郡的最新款，我托人花了1500钱才抢到的，现在早就售罄了。这样拿到典当铺得卖2000钱，只可惜我最近家中急需用钱，您看放您这儿代卖怎么样？东西是好东西，这只不过卖2000钱，这是不是贵了些？这样，您要是能卖上这个价，我只收1200钱，剩下800全归您。我不出工不出料就把钱挣了？哎，就是这么好的买卖。挑选精兵的事儿进展如何？哦，主公，这2日我与其他几位将军一起在操练兵马，名为操练，实为选拔，已经达成共识。3000精兵可从魏渠将军麾下直接调走。魏渠手底下的确都是精兵强将，但大部分以骑兵为主。除了这3000人以外，再挑选1000人通水性的，一起随行。早知道这小乔的嫁妆还真的是盘一城，你当时对她就应该再上新鲜，也不至于让魏国今天占了这么大一个便宜。现在的魏国已经在盘邑派了驻兵，我们再想收回来就难喽。魏国欲先发制人，叔父何不向父王禀报，向孝纲增兵，以挟制盘邑？
世子说的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我这就去。女君，燕州来信了，快给我念念。出嫁从夫，恪守妇德，恩爱不移，开枝散叶，误入家风。哎，周牧这哪是写家书啊，这是抄了一整部训女书吧？哎，这女君在魏家这般难，周牧还寄希望于女君，想着化解两族矛盾呢。大伯这是为了燕州担惊受怕，想让我以柔克刚，以美色说服南君不要再打燕州的主意，且为燕州谋些福利。可是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买卖啊？主公，去年本就产粮不足，来年恐怕还会再遇饥荒。汉郡尚有盈余，依我之见，你便应了纳他一女为妾一事吧。是啊，何况巧女为妻始终不是长久之道，乔家人呢也永远不可能成为魏国真正的女君呀。巧女不配。魏典举荐的女子不便纳，我那里有两个。够了！我跟他的婚姻，既是家事也是正事。你们在祠堂说上几句也就罢了，这是书房，你们就是属臣，怎敢当着我的面说女君不配？是。我既然以她成亲，她自然就是魏国女君。你们只知道她是乔家人，却从未见过她的气度和胆量。这纳妾一事，以后不许再提。是，主公。还挺甜啊！啊，那个，我说这个红豆羹，你走吧。女君，女君体恤南君劳累，特意送了羹汤。说什么呢？大点声！女君体恤南君劳累，特意送了羹汤，就在门外候着。这新婚夫妻彼此体恤，倒是恩爱啊！是啊，是啊。说的是啊，这天气这么凉，他又赶着风寒，还特意前来。快叫他进来。可是南君先前叮嘱过多次，书房中地不许任何女眷进入，监管不力，就要罚小坛年俸。女君除外。是。哎，等等，罢了，我亲自去。哎，这主公书房时常讨论政治机密，可见主公对女君十分信任啊。这乔女当真如此好？这些都是自家的书帛，不必拘束。啊，女君，女君，今日这么冷，还穿这么少，啊？小谭，把披风拿来。是。还拿披风？哎，我等不便打扰主公与女君畅叙幽情，先行告退了。先行告退。好。啊。
今日贸然前来，是想感谢南君体恤，让我在主屋住了这么久。如今我已经痊愈了，想南君今夜回去住。知道了。走。本来想着今晚就到偏院住了，早早就把行囊打包好了。哎呀，谁让南君心疼咱们女君，执意把咱们留在这儿。女君，你的面颊怎么红得像果子一般？该不会是感染风寒了吧？我身体有恙，就是最近没有由头的心有点慌乱。是，被南君一路那么抱着回来的，还撞着好几回人，换谁不慌？不过，还是比不上那日。那日，进城那日啊，当日女君高热不退，那南君也是那么抱回来的呀。南君都抱顺手了，哎，女君反倒不好意思了。那是我错怪南君了，把我晾在城外，并非他的本意，我还迁怒于他，让他睡了那么多天的偏院。女君可歇下了。小谭，他这么晚来干什么？哎，来了。女君，这是南君吩咐我给女君送来的。说女君在城外的衣服被雨淋过了，可以做些新衣。哦，南君还特意交代过，女君仍在校期，布料以素色最为适宜。南君有心了。他可算是来了。是打算搬过来住吗？让南君住在偏院，他倒是在主屋住下了。哎，刚进门的心腹，真是不懂礼数。这么早过来干什么？天气冷了，特来为南君添衣。我不用你照顾，照顾好你自己就行。
这原本就是给女军准备的屋子呀，这也太寒碜了吧！没成想，南军竟然对他如此之好，不知是什么花言巧语。好听吗？你进来一块凉会儿来。走啦。这在家时啊，娘家念你终归会嫁到别处，就会把你当外人。出嫁后，婆家想着你是半路来的，也会把你当作外人。女子难处，不过如此。不过女君还好，有南君疼惜，也不全是难处。南君把我当作妻子，真心待我，我理应替他料理周全其他事。把这个屋子打扫打扫吧，让他住得舒服些。等等，他们既然把我当作外人，那替南君操劳的事，就应该让他们自己人来做。把他们叫回来。小桃，你去帮我打听点事儿。好。盾哥，你干啥呀嘛？我问你几个问题。呀，军事有交代，涉及军情不说，涉及政务不说，涉及主公也不能说。不说，我不问南军的事儿，我问你的事儿。问我啊？问我啥了？我关心你嘛。你问。我问你啊，你平时跟南军怎么相处啊？同吃同住嘛。那你们平时都干点什么？练兵。练兵好，那练完兵吃点啥呀？吃的就多了，什么牛肉啊、羊肉啊，还有，我跟你说这些干啥呀？我还有正事要办。我没问完呢，盾哥。忙呢？一早不见猴丢了。不是，哎，我问你嘛，就是有一个女子老问你一些问题，你问的还是一些日常琐碎的事情，哎，这是为何了？刺探军情，骗你年俸，胡说八道。哎，你跟女子老打交道，你说说呗。真想知道啊？今天晚上约了几个兄弟去罗中坊，你说这酒钱？哎呀，我包了。你看，我说这是要破财。听着啊，这天下之大，不论男女，突然间对一个人的日常琐碎有了兴趣，以至于连饮食起居都不放过，毫无疑问，动心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哎。女军，我找魏良细细打听了，南军跟他们同吃同住，魏良常吃的肯定就是南军爱吃的。那便备下吧。好嘞。小唐，在。这些都谁布置的？是女军自您早上走后就开始操办了。哦，那你去告诉他，他来于军也有些日子了，明日带他去拜见祖母。是。还好吗？极好，极好。女军貌美，
太夫人见之必喜。李军长成便稳重自持，许久不见你这么紧张了。初入余郡的时候，因为两家关系特殊，迟迟没有见过长辈。如今南君亲自带我去，我理应周全谨慎，才能不辜负他的好意。走吧。南君，你能不能走慢些？啊，我今天见长辈，穿的衣服本来就正式，裙裾也短。你本来比我高，腿也长，你这样走下去我跟不上。麻烦。我跟你对暗号呢，在这儿。我的意思是你腿短，让你先走。啊，你就先走一炷香的时间，我也能追得上你。快走。